其实是叶黄素之王，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延缓白内障的发生。一般来讲，白内障病患大概在60几岁才发生，不过最近10年来，这一些人可能会提早10年到20年。大家要记得一点，选择水晶仪最贵的不是最好的哦。下半经济学的观众啊，最关心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眼科的这个保健那包括老花跟白内障。那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是澄清眼科的吴孟宪总院长，院长你好。院长好。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就是说，过了40岁之后看不清楚，到底是老花，甚至有可能是早发性的白内障，到底怎么分呢？你看远看不清楚。或是看近看不清楚，它可以去区分。我们有近视人远不清楚，眼镜戴起来就 OK 嘛？对。那你把眼镜拔掉，你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你如果没有近视的人，你可能看远很清楚，看近不清楚。这时候你戴了老花眼镜之后就变清楚了，那你就是老花眼没有错。那可是要怎么去区分它跟白内障的不一样呢？那白内障它不管是看远看近，它都不是很清楚。那你即使戴了眼镜，它还是一样模糊。这时候你可能就是白内障了。如果真的开始有老花的话，有没有一些处理的方法呢？最简单的方式跟过去一样嘛，就是戴老花眼镜就好啦。不过老花眼镜戴起来就显老。没错。那像我们的隐形眼镜也是可以矫正老花。有老花的银眼。老花的银眼，它其实就是把老花的度数做在银眼上面。不过效果听起来一般临床上观察不是太好啦，因为我们有时候隐形眼镜做很多焦点在上面，有时候你滑动它跑掉了，有时候看远看近就会觉得奇怪，那就有时候跑掉，有时候清楚，那所以效果不是太好。是，那如果说，因为像我有做过近视雷射，而且我觉得早期那种就是先眼睛瓣膜，对，掀开来的，切口比较大，对，那种可以戴隐形眼镜吗？那当然也是可以啊。其实如果你不管是先瓣式或是现在的微创手术，只要你手术完之后，它的伤口都长好了，那其实要戴隐形眼镜是没有关系的。是，很多病人常常问我们说，我手术完了之后，我爱漂亮，我可不可以戴美瞳隐形眼镜啊？我们的答案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戴太久，因为那个透氧率不是太好。在3招解决老花的困扰里面的第3个是老花的雷射，而且它有新型跟传统2种。那老花雷射它其实还是有分比较传统的类型或者是新型的嘛？它们彼此的差异大概是什么呢？以前的想法就很简单啊，我在做近视雷射的时候，这个人如果有老花眼，我一只眼睛我跟他做没有度，然后去看远嘛。那另外一只眼睛我就给他预留个150度，然后让他看近。然后他看远用一只，看近用一只，这样有视差这样想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对。不过病人在适应上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就像上花讲的，有视差，视差会晕，对不对？有些人要适应很久，那而且他看东西的那种清晰程度，还有立体感就不太好，因为一只眼睛他负责看远，那一只眼睛看近，2只眼睛没有协调作用。其实我们来看东西，我们的眼睛视觉功能其实是很复杂的，不是只有看远看近，它2只眼睛要同时去看。而且要一起融像，那我们看东西才有立体感。各位可以做一个实验，很简单，你用一只眼睛遮起来，你去抓东西，你看你抓的准不准？一定抓不好的。2只眼睛去抓，它就可以抓得很精准。是，对。那新型的是怎么样？那其实新型的老花雷射，它的做法跟过去有点像，它一样，一只眼睛0度看远，一只眼睛150度看近。但是它加了一个叫所谓的景深加强的一个技术。那个技术跟我们在用白内障手术的人工水晶体的沿焦段水晶体是类似的。它可以把我们的一只眼睛虽然是0度，但是它可以把它的焦点延伸，让它可以看远一直到中距离，它都是处于清楚的状态，有点像傻瓜相机不是单眼相机。对对。那看近的这一边呢，它一样景深加强，它看近可以 OK， 它一样可以延伸到中距离。那这时候中距离就有焦点啦。2个就有交汇，那所谓的远中近它就都一样可以看得到，而且2边可以融像得很好，所以它视觉品质也好，立体感也变得很好，所以病人的适应也会适应得比较快。临床上常常会碰到，那过去我以前开了近视雷射，我能不能再做老花雷射一次？对啊，答案是可以的。可以可以。那我们只要从你过去做近视雷射的原伤口，我们只要跟它掀开，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景深加强的这个技术，把它加进去，这个程式加进去，然后跟我们所要的度数，然后加上去，它就一样可以达到最新型老花雷射的一个作用。有一些朋友要做老花的雷射的手术之前，一定要知道的事情，我们这边有整理个5项哦。那包括第一个，雷射完之后，其实老花眼的症状还会存在，为什么？老花雷射并不是把它做完了让你恢复18岁的年轻眼睛，老花眼是因为你调节能力不足了。我们雷射不是让你调节能力变好，我们是利用补偿的作用，帮你留了150度去抵消掉老花。那所以老花雷射它不是100分的雷射哦。我一想你好有良心哦，对，没有讲得很夸大哦。它是90分的雷射，90分的，对，它可以让我们大概平常我在使用眼镜，不管是看远或看近，大概90到95% 的时间，我是不用依赖眼镜，不管是看远或看近，我不用依赖。对。可是因为视差的关系，有些人在特殊状况他是需要眼镜的，比如说我晚上要开车。到很暗的地方，可能在150度近视那一只有流度的，它可能到晚上这一只它看东西会比较模糊，会去干扰到我们双眼视力的融合，有一点点类似像眩光的感觉。那其实它不是眩光，我讲的这叫类眩光，因为视差造成的类眩光，你只要把150度用眼镜矫正上去，你就可以眩光就不见了，而且看东西可以变清楚。所以这种状态我们就称为说你在特殊极端的状态，你用个眼镜就可以矫正，可能是5% 或10% 的时间。那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他都喜欢看那种药罐子上面的说明，字那么小对，字那么小，那个字有时候太小。那可能因为你年纪的关系，可能你老花眼超过我们提供的150度给你要平衡的这个度数，他可能看那个会比较吃力一点。那这时候你可能是不是应该要辅助一下很轻度的老花眼镜，可能100度就行了，它就可以看得到。那个辅助相机拍的放大就好。对，相机也是一个好方法啦。对，如果说真的老花比较重，你如果可以适应的话，我们还可以微调到175还没有关系啦。那基本上是不要超过200啦。是超过200之后，这个视差会比较大，你适应上会比较有困难。是。那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真的是因为个人的体质的关系，老花眼都超过200度以上了，所以你接受这个老花雷射可不可以？还是可以的，你还是可以 cover 掉90%的一个状态。是。你就那10%，要字体真的太小。那麻烦你就用一个简单低度数的老花眼镜，或是用你的手机拿起来拍照一下，你就可以解决掉了这个问题。有人远适应的快，有人近适应的快。那大部分我们临床上的经验是，因为我们的主力眼都是留在看远，所以病人几乎开完之后，他远视力都没有问题，他看远都很清楚，然后回来会跟我们抱怨说：“吴医师啊，为什么近还看不到？”我们就会告诉他，你是需要适应的，大脑需要去学习的。你这一只非主力眼要去看近，都是被主力眼那一只抢走了主力眼会来帮倒忙所以适应的时间会比较拉长。有些人可能2个礼拜，有人可能到1个月，慢慢的对，慢慢的你看近的这个功能，慢慢学习会了慢慢就是会了。那最近我有帮一位很知名的主厨开了老花雷射他是一开始还是一样一直赖我说为什么近看不清楚那个要下菜那个要捏很细的东西我都捏不准。我说你就常练常看，然后过了1个月之后，他碰到我就说哇，我这次去法国玩多方便，我都没有戴眼镜去，再细的东西我都看得到所以这个是必须要适应的，是而且要练习他就可以练得很好。对，因为其实从这个院长跟我们分享，原来发现适应也要时间，而且它不是魔法，对，它没有根治，它是一个折中的方法，它是一个折中，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变好，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团队最近给哲青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但如果有的人就是说他到40岁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就后来到了50，就先做完一次雷射手术，结果到了50岁之后发现，怎么老花又跑出来？他可以再追加吗？这个问题也是很常被问到的第一个，我们的老花眼本来就会随着年龄越来
越高，年纪越大一定是越来越重嘛。那你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只有50度100度，然后到了50岁跑到100多度，甚至到60岁150、200都有可能。那我们做老花雷射这一件事情，那过去我们统计出来的一个甜蜜点，跟两边眼睛可以去融像，可以去协调的一个度数大概就是150度。150度150度，可是150度有些人在适应上他会比较慢一点，所以有些case 他可能在40岁的时候就要求做老花雷射，但是我们可以不用做到150度，我们一样可以做轻一点，我们可以给他100度就够了，所以他适应力会很强，很快，而且它的容像的很好，而且不管是远跟近，它的视力品质会更好。但是可是他到了50岁，他能不能再调整？答案是可以的哈。那因为这个老花雷射，它的优点就是可调式。那可调式就是说它是可以被调整的。我们只要在原伤口，就非主力眼那一只眼睛，我们原本要留150，它本来留100，然后我到年纪大一点，它不够看的时候，我可以原伤口再弄开，再补50度给它。这样再做第二次有没有折扣跟优惠？那你就要找原医师。对，没有错，上话讲的没有错。你找原医师，他可能给你收工本费，就是说我做这个雷射的这些材料费啊，跟手术技术费，我再帮你补度数。等于是售后服务啦，是。那你如果是找不一样的医生，那当然可能就要原价做了。对，因为院长我也还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就做过近视雷射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要做雷射的时候，他们会说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定都适合，所以那时候有测了角膜的厚度嘛，然后还有干眼的程度。那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又做了这么多次雷射，真的都不会有影响吗？做雷射之前还是一样啊，都要通过大概20几项的精密检查，才可以确定你能不能做，或是你能不能再做一次。临床上大概有80%的人可以过关，大概有2%可能因为角膜太薄啊，或是你有可能眼睛过干，那或是有其他的眼科疾病太过严重，它是不适合来做这个雷射手术的。另外的80%应该是没有问题。即使你今天做过近视雷射了，那我们要再做一次老花雷射，到底可不可以？我们一样来做这一些检查，我们去判断一下你的角膜厚度到底够不够，那有没有严重的干眼问题？如果厚度够，我们去计算起来，你再打一次雷射之后，它剩下的角膜厚度它是健康的我们当然是可以做的。但同时呢，还是会建议大家呢，可以用一些食疗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的健康是更好的那这边有3种的护眼食物，包含了南瓜、菠菜跟红萝卜，它们各自有哪一些营养成分的？南瓜它其实富含了维他命 A， 可以维持我们的暗视力的一个视觉，那可以滋润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比较不干，预防干眼症。那第二个是菠菜，因为我们知道菠菜其实是叶黄素之王那叶黄素含量相当的高，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滤掉有害的光线，包括蓝光啊、紫外光，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预防黄斑部病变。那红萝卜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眼睛好就要吃红萝卜，所以兔子的眼睛都红红的，吃太多红萝卜它有很强的一个抗氧化剂所以可以修复我们眼睛的一个细胞，缓解我们的疲劳，并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因为讲到那个白内障的形成，最近呢国际新闻、影视新闻最有名的一则就是安海瑟薇，他的左眼有早发性的白内障。对啊，那这个算是特殊的疾病，对不对？但其实我看新闻的后续的报道里面讲到说，其实台湾白内障也有年轻化嘛，对不对？这是真的吗？那这是真的一般来讲，白内障的病患大概在60几岁才发生。不过最近10年来，有些人一直到50岁，那就提早白内障。那所以我们归类有3类人提早10年白内障。第一个就是高度近视。那高度近视其实它就是整个眼球的结构就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状态，玻璃体比较水化，水晶体的氧化速度会比较快一点。那平常大概在600度以上就属于高度近视。那这些人可能会提早10年到20年会提早白内障。那第二种是糖尿病的患者。那各位也知道说糖尿病这个疾病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代谢疾病，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晶体，我们的水晶体的氧化速度，或是它里面可能还有含有糖分，所以它白内障会比别人来得早一点。那第3种可能就是眼睛没有防晒啊，你可能户外工作的人他不戴所谓的太阳眼镜，那紫外线直接照到眼睛，照到我们的水晶体，那被氧化掉了，老化的会比较提早，所以它白内障会比较早。
那另外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过去比较常见的，可能乱点成药以前都常常听收音机老人家就是买那种收音机的药来点，里面可能有类固醇，它也会造成白内障，但是这现在比较少了，因为现在健保普及了。有什么疾病都会来看眼科，他不会去买那个广告的药了之前院长来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部分嘛，对不对？那其实后来有很多的网友在下面留言，就是他们还是搞不清楚水晶体到底我们要怎么选择，然后呢要找到适合的人工水晶体。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还是要区分说你的眼睛到底有没有散光。如果有散光，我们就选择散光系列的水晶体；没有散光，我们就选择没有散光系列的水晶体。那这2个系列里面，其实包含了3种要素。那这3种水晶体就是第一个单焦水晶体。所谓的单焦水晶体，就是说像单眼相机一样，它照一个焦点说远清楚，那你近就不行，你近就得戴老花眼镜。那如果我帮你希望看近的人，希望留一点点度数，比如说留个200度近视，他近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远你就得戴眼镜，所以就2择1的概念。是，对。那所谓的延焦段水晶体，就是我们刚刚像老花雷射的这一种延伸焦点的一个功能，所以它可能远也清楚，中距离可以，那近距离可能稍嫌不足，这时候你看近可能需要比较轻度数的老花眼镜，它才看得到。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单焦水晶体它看近要老花眼镜，可它需要的度数可能是200到300那如果是长延焦段水晶体，它只需要100度它就够了。是，对。可是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个经验越来越丰富，我们在应用这种所谓的长焦段的延伸焦段水晶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微视差，就像老花雷射的概念一样，我一只眼睛不留度，那另外一只眼睛我留100度，一个负责看远中，一个负责看中近，那2个一起融像，它就远中近都看得到了。那效果很好，我们最近越做越多。那另外一个我刚才提到的3焦点水晶体，因为有夜间眩光的问题，可能比较针对一些对晚上眩光不是那么在意的人，或是没有夜间驾车需求的一些病患，他需要看近清楚又不想戴眼镜，这时候3焦水晶体就适合他。是，对。那院长刚刚说的这么多不同的水晶体，哪一个最贵？最贵是3焦点水晶体，但是大家要记得一点，最贵的不是最好的。对，我们选择水晶体通常都要选择最适合你的。然后我举个例子好了那我有一个病人，他其实就是乡下种田的阿婆他根本没有看近，他不识字的，根本没有在看近他也没有晚上必须要出去那其实他的需求就是我出去种田的时候看路要看得清楚就好。那这时候我们帮他选个单焦水晶体就好了，他看远一片光明，用起来也会非常的一个满意。就是看你自己的生活作息的状况跟你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对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另外更有趣的 case。他白内障了那看东西模糊。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去年不是有川普关税4月的时候有没有关税帝君？关税帝君对，股票暴跌嘛。对这个人买了台积电你知道吗？他从1000多块跌到800多块。因为白内障，我急着要下单，他们因为暴跌急着要下单，结果很模糊，看错了数字，看错了，就按错了，卖不出去。没关系，还好没卖，还好他真的没有卖，他真的没有卖。后来这一阵子有回诊，我又问他说你有没有卖，他说他没卖掉。我就笑说他是被白内障耽搁了幸运儿真的，对，太幸运了。他要做多贵的水晶体都有钱。对，后来没有，后来他用了长延焦水晶体，所以他在下单看近也看得到，他要看清楚。看远也看得清楚，看萤幕也看得到了。对，刚才我们有问过那个老花雷射有哪些人需要注意嘛？那白内障也是有这样子的族群存在，对不对？对，你的白内障真的放得太重偏硬了，熟了，那太熟了。所以上一次我们节目也有提到，白内障真的不要放得太熟，才要找医师开。你这是考验医师的技术啦，越硬越难开对，所以这些 case 我们可以运用更先进的一个白内障手术，叫飞秒白内障前置手术的一个技术，它可以在我们开刀之前就用飞秒雷射帮这个白内障把它软化掉，那就可以帮它降级。医师手术技术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是
那第二个，你可能曾经受伤过，水晶体有移位或是比较不稳定的时候，这时候一样，我们可以运用飞秒白内障前置手术。在手术中，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到，因为有所谓的 OCT 导引、影像导引，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见你的水晶体到底受伤在什么位置，在哪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而且他事先帮你做水晶体的切割，还有前囊撕开口的一个预先制作，那这时我们手术会更安全。那还有一个族群叫所谓的内皮细胞不好。你知道我们角膜它是有好几层那我们有一个叫内皮细胞，角膜内皮细胞。你知道我们角膜上面是没有任何血管的，所以我们角膜必须要靠内皮细胞把我们角膜里面的水分拉出来，我们角膜才可以维持的很清晰，变黑眼珠。你如果这个角膜内皮细胞不好，你这个眼睛就变白白的，因为水污掉了。对，那所以内皮细胞不好的人接受白内障手术，他可能因为超音波乳化的关系，在我们的眼球里面会累积能量，那这些内皮细胞它可能会受伤。那受伤的话，可能术后水肿就会比较厉害，恢复的速度会比较慢。所以他用看着就看出，还是他要特别做其他检查？这个要特殊检查，叫一个角膜内皮细胞的一个测量仪去测量。那通常正常人角膜内皮细胞大概会有2500到3000，那有些人掉到1500以下，我们就要特别注意。我也曾经开过那种剩下600、700的，那种开刀真的是压力很大，都很怕各病人隔天视力不好。对，所以这些病人如果说我们去用飞秒雷射来做的时候，它可以把我们累积能量至少降1半以上，所以对于内皮细胞的保护会更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提了，我们现在水晶体很多啊，有散光水晶体，它是有角度的啊，那我们有沿焦段，也有三焦点水晶体，它对度数的精准要求很高。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飞秒雷射来达到它精准度提升的一个作用。是，今天谢谢院长分享这么多重要资讯，谢谢你，很重要，谢谢。